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8讲，北京红色恐怖大屠杀。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啊。之前我们讲到1966年文革开始，5月、6月、7月这个局面逐渐失控。那么到8月18日是一个小高潮，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发生在北京的不是一场大屠杀，是一系列大屠杀，主要发生在那年的8月。所以呢，也有人啊称其为红8月啊，指的就是1966年8月啊。那么我为什么标题里不使用红8月，而是使用红色恐怖呢？是因为这个大屠杀不只局限在8月啊，还延伸到了9月。那么红色恐怖啊，不是我发明的，是当时的这些红卫兵所使用的一些标语，比如红色恐怖万岁啊，比如就是要红色恐怖感叹号啊这样的标语。那么大屠杀啊，这是一个值得去考究的词。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啊，一说大屠杀，首先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啊，总觉得要涉及到几十万人啊，甚至几万人才能称其为是大屠杀。但是呢，国际社会对此的定义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屠杀。屠杀是指啊，在同一个地点杀害5人或以上的罪行啊，并且啊，这个受害人没有防卫能力。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屠杀啊。比如说1982年的时候啊，在讨论这个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时候，就定义成是蓄意的杀害大量的啊，就是在实施者面前没有自卫能力的人群。那么屠杀的动机呢不一定是理性的啊，那么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听信了虚假的传闻或者一些政治动机。但是呢，这个要和那种犯罪啊以及这个精神出现问题之后的那种大规模的杀人要有所区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是蓄意的啊，大范围的有图谋的去杀害那些没有防卫能力的人。那么而且啊，尤其是国际社会上发生过非常多的大屠杀，那这个我不在这里展开，大家可以去搜。那么其实啊，很多的大屠杀其实就是杀了可能10几个人啊，几十个人，这些都可以被定义为大屠杀。那我们来看一看1966年8月在北京发生的一系列大屠杀，杀死了多少人？据1980年的官方的数据啊，说在1966年8月到9月间，北京市一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91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那么这其中啊，还有一个最恶劣的叫北京的这个大兴事件，发生在北京的大兴县啊。那么从8月27号到9月1号，这个就这么几天之间内啊，有325人遭到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到绝户，没有人了。那么还有一组数据啊，说是1985年的北京市官方统计显示，说在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大屠杀啊，实际死亡人数达到10275人啊，这个我们在最后还会再去谈到这个数字啊。我们先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本我的标题里是想提到老红卫兵这几个字，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这个老红卫兵啊，就是在这个目前这个红卫兵运动的前期最开始啊诞生的那些红卫兵啊，是讲这种血统论的，家里都是这些老干部啊、高干呀、红色家庭啊等等这些人啊，这些当时的大学生，尤其中学生啊，这些组成的这个红卫兵组织，我们现在管他们叫老红卫兵啊，最早的这一批红卫兵。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大屠杀呢，
当然大部分是这些老红卫兵做的啊，也不完全是啊，所以我觉得把他们写到标题里呢也不公允。我们接着往下说啊，在这个大屠杀的期间啊，毛泽东曾经公开的表示不要干涉学生文革啊，并多次接见红卫兵。还有呢，就是当时的中国公安部的部长谢富治啊，他也提出要保护红卫兵啊，不要拘捕他们。所以这些啊所谓的领导人的这些言行啊，也间接的促成了这一系列的大屠杀。你也可以认为他们是元凶之一。那么这个事情到了8月底9月初了啊，事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那么中共中央进行了一些干预啊，那么这个当时发生在北京的这个大屠杀才慢慢的这个降温了。当然了，这些所谓的干预里边，我们还会提到啊，中共中央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在里边所做的一些恶行啊，比如说周恩来，我们后面都会讲到。那么这个杀戮的方式啊，就这些红卫兵用什么呢？比如说用钝器啊去打死人、勒死人，用这个皮带的这个铜扣啊，这个头啊铜的抽死人啊，还有踩死人，用开水烫死等等。那么在这个大兴的这场屠杀呢，包括用棍棒打死啊，用这个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对婴幼儿更残忍，除了摔死之外，还对部分的婴幼儿说踩住他们的一条腿，劈另一条腿，就是硬生生的把人撕成2半。在那年的8月啊，北京市的火葬场的焚尸炉啊日夜不息，尸体依然堆积，且所有被打死的啊，还有很多自杀的人，当局啊一律不准留下骨灰。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当时都发生了些什么。最早呢，这些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啊，是他们掀起的这个大迫害的高潮啊。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出身啊，所以他们首先在学校内啊打黑帮啊，打狗崽子，在街头呢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再加一个资啊。他们就穿着旧军装啊，挥舞着这些铜扣皮带，耀武扬威的。那么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呢，就闻风丧胆。8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成先。8月13日，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小流氓遭到殴打，首都的批斗会上打人向公众表明16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仅仅是纸面文章，对群众中的武斗没有约束力。就是说中央提了16条说你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召开这样的批斗大会是由中央里面的领导人出来主持的啊，等于用自己的言行告诉群众啊，你们可以武斗。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被剃了阴阳头，强迫他在操场上爬行。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他的嘴里，让他跪在一张方桌上。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他背上，旁边有人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他从桌子上踢下来。当时刘美德已经怀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8月5日午后，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叫实验中学啊，他们的副校长卞仲云被学生打死。之前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同时被毒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刘志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兵。在长达3-4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以及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这个卞仲云死亡，在他的身上说发现遍布青紫，还有几10处
血窟窿。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宝坤被打死。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10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4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8月18日，这就是我们说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在那之后，暴力更加的升级了。我们接着说，8月19日，北京第4、第6、第8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3所中学的领导干部。1965年，这3所中学发生过468学潮，当时被压下去了。所以现在这个8月19日这个会就是为去年的这个468学潮去翻案。20多个被斗争者跪在舞台上，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他们。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第8中学的副校长韩文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让他从2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良被打断3根肋骨。同一日，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珍。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还是同一日，8月19日，北京第3女子中学，现在改名叫159中学，他们的红卫兵呢，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拷打校长沙平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平被拖到学校中院，在1600多人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被殴打致死。数学教师张梅岩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锦自杀。8月22日，在北京第8中学，学校的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背上被打出2个大洞，引起败血症。他的家人没设法去救活他，但是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念的很多的人名出现了非常大比例的女性。我们现在来到了8月23日在那之前呢，先说一下还没完还有一所附属北京师范学院的中学出现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师被推倒在地上殴打，并被人拉着双脚拖行过学校大门，拖下楼梯，头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数小时的折磨后死去。接下来其他被抓起来说你们是牛鬼蛇神的老师就被迫轮流去殴打他的尸体。刚才说的都是中学那么在小学里，学生的年纪都不超过13岁但是呢，有一些老师就被这些小孩强迫吃下指甲和粪便，也有些老师被剃头并被逼着互相掌掴。这红卫兵呢，也不只是对付他们自己的老师、校长，也对付自己的同学。多年来，他们一直对家庭背景不好，但通常呢表现比较优异的学生满怀怨恨。这些学生只能靠成绩出人头地，而非靠身份。短短2年前，毛泽东才对他眼中极度精英取向的教育制度表达过反对之意，要求限制剥削家庭的孩子入学。那么红卫兵现在非常想要一个永远永久能够歧视他人的这么一个制度，因为他们认为红卫兵生来就是红的，
而他们的敌人生来就是黑的。那么阶级背景差的学生就被关押，被迫在校园中做苦工，遭受羞辱，更有些人遭这种凌辱致死。那么出身不红也不黑的学生夹在中间的，例如一些文书人员、办公室职员、技师和工程师的子女，他们后来获准可以去协助红卫兵一起去欺负别人。这个暴力慢慢就从这个学校校园很快就蔓延到街头。那么资产阶级学阀就是红卫兵的首要目标之一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毒害社会主义制度。学生们呢就追查吴晗邓拓及其拥护者，已经追查了几个月了审视他们的文章他们写的短篇故事、剧作和小说想找出任何一点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线索就好去斗他们。那么现在等待多时的这些红卫兵终于可以出手了。那邓拓已经死了吴晗呢也已经进了监狱了，但是呢还有许多其他的目标，比如创作家田汉，他写过一个剧评去赞扬那个李慧娘那个剧我们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件事情呢惹怒了毛泽东嘛好，所以呢这些红卫兵就数次的搭一个台子，把这个田汉拉到这个台上，让他跪着，脖子上呢挂着沉重的标语牌，然后去毒打他高喊打倒田汉。那么其他的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这波暴力浪潮中也是没有幸免。这我们就要说到了老舍时间进入到8月23日。那么这一天呢，老舍有人说他呢也并不无辜说他积极的参与这个社会主义的建设49年之后满腔热血的为这个新政权去服务但是呢他没想到他自己的背景使自己终于也惹祸上身。我们来看看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一天呢，本应该他在家休养这个老舍，但是呢他跑到北京市文联他去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那天是下午3点半。那么有一群有一队红卫兵，他就冲进了这个北京市文联文化局。那么是来自北京女八中的现在呢叫北京市鲁迅中学。那么包括老舍在内的30多位也有说40位的这种作家、艺术家就被挂上了这些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就把他们呢押到了北京孔庙。在那前面呢，让他们翻出了一些京剧的服装道具让他们去就是一边烧一边呢压着他们下跪。这中间呢就侮辱他们毒打他们。那么包括还有人拿起这些木刀向这些老作家的头上砍去以示正法，说老舍被砍得满脸是血。那么遍体鳞伤的这个老舍呢之后又被押回到北京文联，说他因为还手对抗红卫兵可能这也是一个欲加之罪然后又被加挂上了这个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又继续遭到红卫兵变本加厉的残酷殴打。那么随后北京市文联这个革委会的副主任浩然联系西长安街派出所把他接走了。那么直到8月24日凌晨，老舍回到家中那么红卫兵组织还要求他说你天亮之后还是24号上午，你还要到北京市文联继续接受批斗。那说老舍呢在外面受到了这种侮辱殴打，回到家呢说家人也很冷漠那么于是在8月24日的清晨，伤心之至的老舍独自离家，出走到北京城西北角外的太平湖畔，穿着白衬衫、蓝裤子，拿着毛泽东诗词
说在那个岸边啊念了整整1天，又坐了大半夜，然后在当日深夜，老舍于太平湖畔跳湖自尽，终年67岁。这是老舍的事情啊。我们继续来看啊。那么刚才说的是8月23号，对吧？我们把时间啊先往前挪1天，在8月22日的时候，毛泽东中共中央转批了公安部的文件，这个文件叫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就规定呢，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不许管。紧接着8月23日啊，打老舍的当天，那么也管这个事情叫823事件嘛啊，这个事情爆发了之后啊，当天啊，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讲话，继续的说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里边原话就说啊，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所以毛泽东及当时的党中央的这种态度啊，纵容了这之后的这个暴行的升级以及大屠杀的发生。我们接着看啊，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8月24日，北京市11中学的红卫兵到化学教师唐宛森去抄家，然后用木棍把他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焚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锦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图书馆员沈世敏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盼清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奇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世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一共有8人被害。北京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的被说成牛鬼蛇神的这些老师们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2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3个人，靳正宇是语文教员，姜培良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大家记住这个人名，樊希曼，他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一个叫曹滨海的学生的母亲这个曹滨海我们后面再去讲这个事件
那么红卫兵命令校长高云站在烈日下暴晒，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8月25日，北京26中的赤卫军斗争了46名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被斗争之后自杀而死。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那么红卫兵的暴行，有人说有没有反抗呢？说激起了2起反抗事件一个是崇文区的这个栏杆式事件，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曹滨海事件。好，我们一个一个说。这个栏杆式是怎么回事啊？8月24日，这个崇文区这当地的派出所的警察和居委会他们引导着红卫兵引导着女15中的红卫兵去抄这个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的家。那这些女红卫兵他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然后这个殴打呢这个李文波和刘文秀夫妇逼他们呢交出这个枪支黄金。问题他们哪有什么枪和黄金呢？住的是自己的房子，而且已经在前一天就把房产证都上交了，当然还说他是房产主不是地主了，房产主。这是24号，然后第二天25号又跑到人家家去开斗争会把他们夫妇2个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不许上厕所，用棍子打他们。这个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一把菜刀砍伤了红卫兵后跳楼自杀身亡。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到公安局关押。大家记住，是周恩来下令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第二天立即枪决，这个是周恩来下令。同时也判处已经跳楼自杀的李文波，又判处人家死刑。周恩来就把这个事件说成是说李文波的这个抵抗，说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这个事情是在文革之后的1981年3月26日，也是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但是当年周恩来下令的这个事情呢，有人去清算吗？接着说这个曹滨海事件。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2中学高3的学生曹滨海和前来他们家抄家的同班同学跑他们家来抄家来了，发生争执。曹滨海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那么于是曹滨海就被公安局抓走了。然后他的母亲这个樊希曼就被红卫兵抓到学校去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被活活打死。曹滨海从此精神失常。那么这2起事件发生之后高层迅速表态。8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什么呢？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这就是周恩来说的话。同一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所以我们看到了由当时的总理去纵容，由当时的公安部长去纵容，那么这些红卫兵真的是无法无天了没有法律管他们，还有这些党和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去支持他们。而且这2起本身是反抗的事件，结果呢，现在
在他们之间啊传播，被说成了是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那么好了，红卫兵开始大肆宣传，于是他们又想报复回去。那么有一些学校就开会啊，要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啊，这进一步更激起了红卫兵的这种所谓的阶级怒火。那么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啊，比8月25日以前要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在周恩来和这个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之后，这个暴力更升级了。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区大红螺厂南巷20号，黄姓一家被红卫兵打死5口人。8月26日啊，就这个黄家的这个儿媳妇啊，汪克宽，他呢是在东方歌舞团上班啊，他想回家呢找一些所谓的四旧的东西拿回团里去交差啊。那么他们单位也在破四旧啊，破四旧的事我们下一讲再讲啊。那么好，他找了一些什么唱片啊、乐谱啊、香水啊什么的，还有一串假的珍珠项链装在一个书包里。出门的时候就碰到了租在他们家住的啊姜某的父亲，这个姜老头。结果呢就问他你装的什么啊？说你不能转移财产。结果这个汪克宽呢解释啊也没用。结果这个姜老头他是一个街道积极分子，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辖区的一个警察罗某。那么罗某就通知了自己啊在38中读书的弟弟，结果就率领着这个红卫兵来抄黄的家。抄家从27日持续到28日。那么红卫兵呢就从衣柜里翻出了子弹壳，这个时是汪克宽的丈夫啊黄瑞武小时候捡的，那当然就说不清楚啊。于是就是打啊，打的时候呢，黄家有3个女人，叫黄伟班、陈玉润和李秀荣啊。那么就让呢这个第3代的这个黄伟班去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伟班就喊不要打人，这一喊呢又激怒了红卫兵啊。结果这些红卫兵啊就把这个黄家的2个男人加3个女人全都活活打死了。北京官方的史料说，从8月5日到9月23日，一共有1772人被打死，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80年的那个官方数据啊。但是呢，这个数字是存疑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讲啊。说这个1966年的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根本不标姓名，就堆在一起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2中学的校长高云，刚才我们讲到的啊，被红卫兵打晕之后啊，直接就送到火葬场了。然后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没有死，所以没有烧他啊，他才侥幸回了家。当时很多的尸体积压在那里，根本来不及烧，只能在尸体上堆放冰块。你讲冰它会化呀，然后那个血和水啊横流。位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啊，文革时候改名叫东风市场啊，那么就被东城区的老红卫兵占用啊，作为审判和施行的据点。里面被关押的人啊，大多数都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满身鲜血。然后他们就用这些受害者的鲜血啊，在墙上写"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那么为什么这些10几岁的孩子如此残忍，而且其中很多是女孩子？说这与多年的这种意识形态灌输有关。自1949年以来啊，这个政权运用报纸、电台、会议、课堂、文化娱乐活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对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进行妖魔化。那么在红卫兵看来，这些阶级敌人死有余辜，所以红卫兵对这些人施暴不仅没有负罪感，反而有一种正义感。由于信息封锁、单一灌输啊，这些红五类他们最终就成为了政权任意摆弄的政治渔民啊，就这些红卫兵也是政治渔民啊。那么一旦出现政治运动啊，这些政治渔民很快就可以变成去残杀那些所谓阶级敌人的，他们就变成了政治暴民。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之前大家看奈飞拍的
三体》那个电视剧啊，关于文革的那一段，其中啊那个把女主的父亲打死的那个女红卫兵，对吧？最终她也上山下乡啊，这个胳膊也断了啊，但她依然没有悔意，她依然没有忏悔啊。大家可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他们的心态。我们也说一下啊，当然不只是所有的红卫兵啊都是这样的。那么其中呢，也有一些红卫兵呢，是想要啊去弥补做一些事情的。我们找一下啊。那么当时啊，这个整个的北京的墙上都贴出了这些地方党委会啊或警察厅签发的这些名单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不只是红卫兵在作恶啊，那么也有啊这个地方的这些警察和这些居委会啊，他们也在配合着一起在进行这些大屠杀。他们就列出了许多人的这种社会面上的许多人的年龄和阶级背景，那么他们的这个罪状啊被详列出来。比如说有的罪状非常的可笑，就说这个人解放以来一直懒散误事，这样的人啊，他们就要去把他打死。还有呢，就是更直接的，就直接说你是地主、反革命啊、坏分子。那么随着红卫兵啊这些追捕这些特定目标啊，然后通缉告示也出现了啊，在公园啊，包括在这个什么皇宫庭院啊和古刹啊，那么到处都看得见受害人遭人以这个绳索抽打啊，用棍棒痛殴以及其他方式，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去羞辱和凌虐的场面。说一个人啊，这个人叫翟振华，他是精英学校里加入红卫兵的女孩之一。说他第一次见到朋友啊解下皮带，把一名受害者打的衣服上都渗出血迹之后，他有一些畏缩，但他呢又不想落于人后啊，所以还是打了下去。那么一开始呢，他避免和受害者四目相对，只能靠着想象啊，想象什么呢？说他们是密谋复辟旧社会的罪犯，以此来合理化自己打人的这个行为。但是打过几次之后呢，他就知道了诀窍了啊。他说我的心肠变硬了，我也看惯了血，我像机器人一样挥动皮带，打下去的时候脑中一片空白。另一个红卫兵后来也回想，说自己起初对学校中爆发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但很快就体验到了血腥滋味。他说我刚开始打人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软弱，但我很快就能比其他学生打得更凶猛了。无论你打得多用力，我都会打得更用力，就像野兽一样，一直打到我的拳头疼痛为止。说孩子啊，有的时候是最狠毒的，他们把阶级的敌人啊打得不成人形，他们觉得是在玩游戏啊，就跟斗蟋蟀一样。那么街委会啊和警察列出的这些目标人物啊，许多就被抓捕，并且下放。红卫兵啊，在北京干这些事情是要让这个首都更加根正苗红。那么好多这些被列出目标的人啊，有的甚至老人啊，脖子上挂着标语啊，双手被绳子捆绑着去游街示众。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北京的火车站看到大批的这个穿的破衣烂衫的人就被送到乡下，就等于跟后来北京这个所谓清理低端人口似的啊，就是受害者估计有77000名啊，大概占当时总人口的2%。
好，我们就再讲一个事情啊。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这个事情值得一说啊。现在也管这个东西叫西纠啊。他呢是由这个陈小鲁等人发起的，陈小鲁是陈毅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自称自己是红卫兵之中的优秀分子。那么他们开始呢，就成立了自己这个组织之后啊，开始向外界去发这些通令，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土命令啊，他们自己的通令。他们成立的当天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在崇文区发生这个揽杆市事件的当天，就是第一起反抗事件。所以呢，他们呢就要去这个揽杆市这个地方去报复这些红卫兵，要去报复。所以展开了为期7天的大屠杀。那一条街上啊，说这些黑五类分子基本都被杀光了。说在那之后，周恩来啊又下令说，这个政府出面去组织红卫兵联络战啊，继续去大肆抄家，并且啊，周恩来直接派人民解放军保卫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所以由此我们就看到了红卫兵和这些警察和这些居委会，甚至后面的解放军，全都捆绑在一起啊，去做这些大屠杀的事情。我们再讲讲这个西纠的事情啊。这个西纠呢，是北京4中、6中、8中最早发起来的，后来又有19所中学都加入啊，最后发展到45所中学。那么成立这个，他们说是要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啊，他们说要控制红卫兵乱打人这个事情。那么现在还是有一些争论啊，说这个西纠在抑制这个当时混乱的方面，说他们起到了一些历史的作用啊。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首先我们看看啊，他们成立之后不是发了这个通令嘛啊，我们看看他们这个通令是怎么说的。第1号通令，撤销红一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第2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第3号通令，一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一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像和毛泽东纪念章。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后面啊，我就不念完了这些通令。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这个事情做的呀，尤其这个第2号通令，对吧？保护这些什么首长的汽车不能拦啊，保护这个首长的家不能被抄。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西纠的这个成立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得到了包括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啊、陶铸、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廖承志等等许多老干部的支持，都是因为很多都是他们的孩子啊，然后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混乱之中。而且周恩来还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副秘书长雍文涛啊指导这个纠察队的活动，并且呢还要帮他们解决用房啊、交通工具、印刷等问题。所以在当时他们的这个圈子里说的是一物降一物啊，能管住现在红卫兵这个混乱的只能是红卫兵。但是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呢，这10个通令啊，充满了这种干部子弟的这种霸气和特权思想啊，而且用的还是他们自己那个血统论啊，自己是这个红五类，对吧？血统论，他们说什么呢？
说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带了就带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自从8月25日这个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强化。这个当然与前面那个兰甘市事件和那个曹滨海事件都有关系但是也显示出了这个西纠成立对于这个制止武斗没有效果，反而呢，8月26日它成立之后第二天开始被打死的人数从2位数跳到了3位数，每天从不到100人被打死到超过100人。26日到27日又过了一天，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一直到9月1日被打死的人数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那么西纠成立之后的展开活动的这几天，也是北京市这个大屠杀死亡人数最多的几天。就仅仅因为西纠是西城区嘛就仅仅他们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反而最多，是333人。这些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引入一下，张献忠大家都知道1644年张献忠打下成都之后屠城，那个时候每日不过杀100-200人我们现在当然了，他那个杀的时间比较久杀了这个累计1年又5个月一直干这个事情，最后是累计杀了10万人。我们现在提起张献忠都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大恶魔那个绝对是一个大屠杀。但是当每天你想想每天他杀100-200人去立威，但是在这个1966年8月这个北京红色恐怖这个大屠杀期间每天200-300人高峰的时候，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他们自己西纠还成立了这个劳改所在这个学校里边成立这个劳改所，然后什么都有什么探照灯射击孔拿着气枪还有警铃瞭望把这些人他们自己就自行的抓进去去殴打去虐杀这些人然后也是墙上的标语用这个红色恐怖万岁写着，然后还用这个人血不停的去刷好，我们现在来讲一讲整个这个大屠杀的这个最高潮的一个事件，大型事件。8月26日，刚才我们说了，北京市公安局长这个谢富治的这个讲话，对吧？他说我们要保卫红卫兵说这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但打死了也就算了，对吧？那么之后，谢富治又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的这种座谈会上提到，说有人就问他，就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要蹲监他说什么？他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有一个省的公安局长去问说，拘捕起来总可以吧，控制一下这个红卫兵的暴行。谢富治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就不允许，全国范围内都不允许抓。那么紧接着第二天那么当天他的这个讲话就在这个公安系统内就传到这个大兴县。那么紧接着第二天8月27日，大兴事件爆发。当然，北京昌平县也发生了类似的这样的屠杀我们先来讲讲大兴县这个事情。地方的干部下令消灭所有地主和其他坏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孙。那这些干部的理由是说这个传闻阶级敌人即将强行报复，推翻地方党支部，并杀死往日折磨过他们的人。那么紧接着几个人民公社谨慎协调，发动了一夜大屠杀。这些激进分子和地方民兵联手将受害者关在家里或临时这个当牢房用的这个居所里
然后逐一的被杀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镰刀戳刺而死，或者被电线勒死，有几个人是被电死的，孩童被倒吊起来鞭打，一个8岁女孩和她的祖母则遭到活埋，一共超过300人被杀，有些是全家遇害，包括小孩在内。因为凶手要确保不会留下活口，以免日后遭到报复，尸体多数被丢进废弃的水井和乱葬岗，其中一处的臭味强到令人无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尸体挖出来，改丢进水塘里。这我们看到了，这些不是红卫兵干的啊，不是那些老红卫兵干的，对吧？我之前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个说红卫兵啊，也不是所有的红卫兵都是这么的疯狂啊。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到在哪里啊那一段话，因为当时有那么一些红卫兵啊，就是在整个这个大屠杀8月的前期了他们有一些红卫兵出来去倡导啊，就说这个不要打人啊，发了一些文件什么的啊，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也不能说所有的这个老红卫兵里全是这种杀人如麻这种恶魔啊，也有一些人是稍微清醒一些的啊，但是呢没有用，他们这个倡导并没有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了，之后到今天为止看啊，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OK 啊，我们就不找这段话了。回到最后啊，大兴事件啊，这场大兴的大屠杀，说当时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军官马上致电北京，通报了这个事件。那么立刻便有一份报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组，但是呢，没有人出面制止，没有人管。OK 啊，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啊，死亡人数啊，刚才说80年的数据说是1700多人，对吧？那么我们说说这个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叫《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2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啊，在这个里面提到了北京的这些屠杀事件的实际死亡人数为10275人，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大家记住啊，这是被打死的人，那些自杀的，包括老舍什么这自杀的人都没有统计在内的。在这之后，北京的这个事情开始向全国蔓延，伴随着我们下一讲要讲的这个破四旧的运动，砸烂一切的其实造成了全国的更大的破坏我们下一讲去专门讲这个事情就不只是杀人了那么大家请记住这是1966年8月，我们今天讲，距离我们现在回看距离文革结束，在那个时候还有10年。感谢收看、订阅、分享。